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第5章第1节的第2个内容，注水水质指标设计方法。我们主要讲述下面4个内容： 1. 注水水质标准严格； 2. 水质指标体系的构成； 3. 注水水质行业标准； 4. 水质指标的设计方法。首先我们讲述第1个内容，注水水质指标严格。我国最早的水质指标是沿用前苏联2项指标，也就是只考虑悬浮物和含体量。到了60年代中期，大庆油田投入开发以后，又增加了含油量小于30 ppm 的第3项指标。这3项指标以前称为老3标。到了70年代末，提出了5指标3要求的建议。此时水质指标增加了腐蚀气体、氧气和二氧化碳、pH 值以及细菌。虽然1983年原石油部颁发了石油街 5-83 油田注水设计规范和油田注水系统改造的若干技术规定，但真正的部颁标准是1988年底我国首次颁布萃血岩油厂注水水质标准推荐指标。从88年颁布试行到90年代初，经过5年多的油田实践，1994年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在通过大量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部颁88标准进行了修改，推出了94水质推荐指标。这个标准虽然解决了以前的一些遗留问题，但对储存的分类过于简单，因此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中国石油推出了目前使用的2012标准。现在我们讲第2个内容，水质指标的构成。一般来说，完善的水质控制指标体系必须能有效控制注水系统的腐蚀问题和注水井的堵塞问题。因而，水质指标体系大致分为3类，即腐蚀类控制指标、堵塞类控制指标以及检验腐蚀和堵塞控制效果的综合评价指标。引起系统腐蚀和油田堵塞的因素很多，有些因素既可以引起腐蚀，也可能带来堵塞问题。只要将主要的诱发因素加以控制，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表中概括了水质指标体系以及分类。从表中可以看出，堵塞类控制指标包括悬浮固相、含油量及相容性。悬浮固相和含油量均以粒径含量表示，相容性则包括油层岩石相容与油层流体相容。腐蚀类控制指标包括溶解气、细菌、pH 值，而综合类指标则指总含铁量、膜内系数以及年腐蚀率。从注水水质标准的历程可以看出，砂岩油厂注水水质指标一直处于一个发展的过程。随着人们对油田注水开发认识的深入和对注水油厂保护的逐步重视，砂岩油厂水质标准也从50、60年代的老3标发展到88年的部颁标准和94、12年的萃血岩油厂分类水质标准。水质主要控制指标和辅助指标见下表。表中对注入水明确了以下要求： 1. 水质基本要求，水质稳定，与油层水相混不产生沉淀，水注入油层后不使粘土矿物产生水化膨胀或悬浊。采用2种水混合的时候，应实验证明其配伍性好，低腐蚀、低悬浮。水源选择评价符合标准。2. 水质主要控制指标，按照油层渗透率的大小分成了1到5级，主要控制悬浮物颗粒直径、悬浮固体含量、含油量、平均腐蚀率、硫酸盐还原菌、铁细菌、腐生菌其项指标。主要控制指标以及分类情况如右表所示。3. 辅助性指标，试注后如果发现因水质原因不能顺利注水，再考虑水质辅助性指标。辅助性指标是指溶解氧、侵蚀性二氧化碳、硫化锌、pH 值和总含铁量5项指标，其参考值如表所示。对于前面提到的行业标准，由于存在多种指标，因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控制指标优先原则。水质主要控制指标首先应达到要求，在主要控制指标已经达到要求的前提下，若注水有比较顺利，可以不考虑辅助性指标，否则应查明其原因，并进一步检验辅助性指标。二、标准分级原则。三类游程指标各自分级，先严后松，逐级放宽。新投入注水开发的油厂或新建注水站应执行1级标准，而建站时间较长或实际水处理能力已超过原设计能力或高含水期，可执行2级标准，甚至3级标准。三、具体油田标准原则。各油田应借鉴而不是照搬行业标准，应根据油层的具体特性和生产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切合实际的水质标准。各油田的水质标准不完全一致，必须指出行业标准推荐的水质控制指标具有全局意义的约束，但是如果在编制注水工艺方案时，机械地根据油厂条件套用其相应水质标准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大量现场实践表明，注水水质标准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不同的油厂有不同的要求。合理的水质指标方案设计应根据油厂孔穴结构、渗透性分级、流体性质和水源特征，通过大量的实验评价来综合考虑。讲完了要求，现在我们介绍水质指标的设计方法。所谓水质指标的设计，就是如何量化水质控制参数，应该根据油田具体情况，通过注入水对油层的伤害机理分析，从有效控制系统堵塞和腐蚀的观点出发，在对水源、油层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合理的水质指标方案，为水质达标处理和注水系统设计奠定基础。一般来讲，设计的基本步骤及内容包括以下部分：一、静态资料录取。静态数据资料是了解、认识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一、水源数据。严格来讲，应对水源水进行水质权分析，通常包括水的总矿化度、阴离子含量、阳离子含量、硬度、碱度、pH 值、水型、溶解气含量、细菌种类及含量、含油量、悬浮固相总量及粒径分布、温度和相对密度。二、油层 ES 特征参数，主要包含敏感性矿物的含量和产状数据、ES 孔穴结构特征与孔喉分布数据，以及油层的孔渗特征。三、油层流体数据。油层流体数据主要包含油层水、原油和天然气的基本数据，是进行流体配伍性评价的基础参数。四、温度及压力系统。油层压力和温度分布是进行实验评价和分析必须的基础数据，一般的实验及相关模型分析都应以这个数据作为标准。二、注水系统调查分析。针对现有注水系统，在确定水质标准的适应性的时候，必须对现有注水系统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需要调查的数据包括：一、注水系统水质调查，明确现有注水系统采用的水质标准及其确定依据、水处理流程，目前水质是否达标，现有注水系统原层水质指标的变化，各取样点水质随时间的变化，水质监测是否正常，出现问题的原因等等。二、注水井吸水能力调查，分析注水井吸水能力变化情况、注水井示井资料、注水井解堵措施以及目前的注水方式，根据调查结果确定现有水质指标以及水处理措施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就应该进行调整和修正。三、控制指标的量化及其评价实验。如何量化水质控制指标一直是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目前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室内实验进行评价。原则上讲，实验要求在模拟实际油厂条件下进行。评价实验主要包括：一、油层敏感性评价实验。敏感性评价实验包括无敏实验和应力敏感实验，具体做法参见部版标准。二、悬浮固相评价实验。
该实验是确定适合具体油田注水水质指标固相含量和粒径的主要依据，应根据油层孔口大小配置系列不同粒径和含量的悬浮液体，最好采用正交实验原理，获取悬浮物含量和粒径与油层伤害的规律。3. 乳化油指标评价实验，用于确定适合于具体油田注水水质标准的乳化油含量，应根据油层孔隙大小配置系列不同粒径和含量的乳化油体系，采用正交实验原理，获取乳化油含量和粒径与油层伤害的规律。4. 腐蚀控制指标评价实验，腐蚀控制的评价已经很标准化，主要采用静态挂片和动态挂片实验方法进行评价，综合油田水具体性质和腐蚀性气体的含量，评价硫化氢、二氧化碳、氧气对系统腐蚀的危害性。5. 细菌控制指标评价实验，细菌的控制应使细菌杀灭和不致繁殖为最终目标，任何水系统都含有细菌，存在细菌的数量、种类、活性决定了它们的危害程度，也决定了有效控制这些细菌的方法。实验评价主要应根据注入水中监测到的细菌类型、数量，通过培养繁殖后进行腐蚀堵塞评价实验。6. 注入水及其与油层水的配伍性评价。评价的方法有2种，一是室内实验评价，二是模拟预测。静态法是将2种水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在容器内混合，观察混合后颗粒沉淀情况，并进行离子分析，通过实验判别水垢类型及结构量。动态法也称屈替法，在模拟靶场条件的情况下，将2种水连续注入液芯或装有充填砂的管式模型中，其目的是了解2种不相容水在液芯或充填砂中混合后产生的结构对油层渗透力的伤害程度。7. 其他评价实验。其他实验主要是指确定化学处理剂类型、含量以及相容性的相关实验。水质指标的确定就是在上述分析和试验的基础上，对注入水水质指标进行概念设计，并尽可能向行业标准靠近。概念设计可以提供2到3个方案，最后结合开发方案、注水工艺技术现状、水处理费用等等因素，优选出一套水质指标的设置方案。4. 水质指标的合理性检验。通过配伍性水质指标设计，可以获取适合于油层的注入水水质指标。具体效果如何，还必须通过室内和现场评价对配伍性水质指标进行合理性检验。室内实验一般是采用流动实验法，现场试验一般是采用试注方法，通过注水系统腐蚀检查和注水井吸水能力检测，检验水质指标的可行性，否则修改水质标准。本节我们学习了水质指标的严格、水质指标的构成、执行标准以及水质指标的设计方法。教材上没有讲述的内容，请大家自学。谢谢大家。